大家好，我是张德昌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，关系到我们身边很多长辈的生活，也关系到每个辛勤工作一辈子的普通人可以了解的保障。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，有些长辈明明名下有一套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，可日常开销却要精打细算。我把这种现象叫做资产与流动收入的差异。他们可能不是真的贫困，而是被一些误解和传言给影响了，总觉得自己有房子就不符合申请补助的资格，结果可能错过了每个月几千块，一年下来数万元的政府津贴。这笔钱本来就是社会为感谢长辈们的贡献，在年纪大了之后提供的一份生活支持，不去了解可能就错过了。今天我不讲那些复杂的法律条文，就实实在在的和大家聊聊政府的审核逻辑，分析那些看起来有难度的门槛，帮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如何申请这笔可能符合您条件的补助。还没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的朋友，请记得点一下订阅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生活和权益分享的重要信息了。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。首先，大家一定要在心里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去了解和申请社会提供的补助是每一位符合条件国民的正当权利。我们要明白，这些福利预算的来源是社会共同的积累，它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国民年纪大了，收入减少的时候，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支持。很多长辈不敢去乡镇公所或区公所询问，往往是被补助或低收入这些词给影响到了。在传统印象里，好像要申请补助就必须非常困难才行。其实这种想法可以调整一下，除了那个标准较高的低收入户认定，政府还有一个专门为我们长辈设立的福利，叫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。请大家仔细听好，关键就在中低这两个字，它和低收入的标准有所不同。只要您的经济状况属于中等偏下，不需要非常困难，就有机会符合资格。那么这笔钱到底能领多少呢？现在的制度分为2个等级，如果您的家庭经济状况经过审核，被认为比较需要帮助，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定金额，例如新台币7000多元。大家算算看，每个月几千元，一年下来也有数万元。如果您的状况稍微好一点，但生活仍不宽裕，每个月也能领到相对少一些的金额，例如新台币3000多元，一年下来也有数万元。这笔钱对于需要精打细算的长辈来说，可以提供一些帮助。您可以用它来交水电费、瓦斯费，或者在换季的时候添置衣物。身体不舒服要看医生时，它能帮助支付部分医疗开销，甚至过年过节的时候，还能让您多一份安心。有了这笔稳定的补助，日子会相对好过一些。所以我一定要恳请大家，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、怕不了解，或者觉得去申请补助有顾虑，就轻易放弃了解这项权益的机会。去公所走一趟，问一问，不需要花费，提交申请资料，也没有手续费，尝试了解就有机会。我知道很多长辈最关心的就是具体的资格问题，大家心里肯定在想，我有房子啊，我还有儿女，这样也能申请吗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这需要看具体情况，但是这需要您了解政策里面的一些具体规定。申请这项津贴，政府主要看3个基本条件：年龄、收入和资产。年龄这一关最简单，只要您年满65岁，而且户籍设在您要申请的那个县市，比如您住在台北，户籍就在台北，那这一关就算过了。比较复杂，也是大家了解最深的部分，其实是收入和资产的审核。我们先来仔细说说收入审核，因为这是目前最多人需要了解的部分。地方政府在计算收入时，参考的是全家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这个概念。简单说，就是把法规认定的家庭成员的总收入全部加起来，再除以全家总人数。如果算出来每个人每个月不到一定数额，那就有机会通过。但是这里说的全家定义，往往跟我们日常想的不一样。它指的不是和您住在一起的人，也不是户口簿上登记的所有人，而是相关法规定义的应计算人口。这包括您本人、您的配偶以及您所有的子女。请注意，是所有子女，不管他们有没有跟您住在一起，通通都要计算在内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去申请时会感到困惑。
比如有位长辈，他儿子早就结婚搬出去住了，10几年没拿钱回家，连联系都很少，但在审核的系统里，这个儿子依然是家庭成员。如果这个儿子收入较高，那么政府就会把他的收入算进这位长辈的家庭总收入里，最后平均下来，数字可能超过标准，导致长辈可能无法通过审核。这听起来可能和实际情况有出入，对吧？因为在法规定义里，子女对父母有抚养义务，但是大家先别灰心，这一关其实是有沟通和说明空间的。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基于规定的沟通方式。如果您的子女虽然有收入，但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根本没办法供养您，或者您就是独居老人，子女对您关心较少，您可以采取行动去说明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如果您的子女刚好失业，或者正在放无薪假，记得一定要准备相关的证明文件，比如失业给付证明、离职证明。当您把这些证明附在申请书后面时，政府在计算平均收入时，那个子女的收入部分就会被调整。虽然他还是占了一个名额，但在计算公式里，总收入变少了，平均下来的数字就会降低，让您更有机会通过审核。第二种情况，也是社会上非常普遍的，就是关于女儿的计算。很多老一辈还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，觉得女儿不该算进来，但在相关规定面前，儿子和女儿的抚养义务是都需要计算的。可是，如果您的女儿嫁人后，夫家经济状况也不好，或者女儿本身就是全职家庭主妇，没有固定收入，还要照顾公婆和小孩，这时候您可以去沟通，您可以向公所说明情况，申请工作人员来做家庭访视和评估。您可以说明，女儿虽然是直系亲属，但她有沉重的家庭负担，实际上可能没有能力提供抚养。如果工作人员评估后认为情况属实，在某些个案里是可以考虑这些实际负担的，这样也可能有助于通过审核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家庭访视的重要性。很多长辈听说工作人员要来家里，第一反应是担心，其实工作人员是站在协助您的立场。如果您能向工作人员如实说明您的生活情况，比如您虽然有3个孩子，但大儿子负债累累，二女儿远嫁外地生活艰难，小儿子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工作能力，这些都是真实的生活状况。工作人员会把这些情况记录下来，成为您申请审核时的参考依据。第三种情况，就是针对子女失联或者有特殊行为的情况。这是一个让人难过但又真实存在的现状。如果您的孩子早就离家出走，失去联系，或者他对您有过不当行为，您手里有相关法律文件，这种情况下，他可能无法实际供养您。这时候，您可以主动联系社会局，说明家庭的实际状况，申请工作人员进行访视，请工作人员直接到您家来，让他们了解您一个人生活的现状。您可以把真实的困难情况如实告诉工作人员，只要工作人员的报告认定这是一个需要特殊考虑的情况，认定您的子女确实没有履行抚养义务，在审核时就有可能将这些子女的收入从计算中调整。很多案例就是通过如实反映情况而获得通过的，在那一刻争取到符合条件的生活补助，让自己能过得好一些才是重要的事。我们要明白，相关规定的初衷是希望家庭内部互相扶持，但在现实生活里，家庭关系往往比较复杂。有些长辈可能会问，如果我的孩子还有联系，但他们就是不给我钱，怎么办？这种情况下，您同样可以申请工作人员进行公平评估。工作人员会根据您子女的实际收入支出、他们名下的贷款负担，甚至他们需要抚养的子女数量来综合判断。如果他们认定子女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或者已经达到抚养能力的上限，那么您在申请中低收入老人津贴时，就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考虑。所以，不要因为子女有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，就自己放弃，一定要去试试看。讲完了复杂的收入审核，我们接下来聊聊资产这一关。资产审核通常是让长辈们比较关心的地方。资产在审核中分为2类，一种是动产，也就是您的存款、股票、基金；另一种是不动产，指的就是您的房子和土地。关于存款，
很多勤俭节约了一辈子的长辈，手里总会存着一点养老本钱。审核会设定一个参考额度，比如全家平均每人的存款加有价证券价值在一定金额内。如果您和老伴一起申请，那就是你们两人的存款总和，加上子女名下分摊的额度，需要不超过那个参考标准。有时候，有些长辈的存款可能只比标准多了一点点，结果可能被审核为不符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您可以尝试去沟通，说明这笔钱的用途。比如，您可以提出证明，说这笔钱是留着以后必要的丧葬费用，或者是为了将来医疗而预备的。虽然沟通不一定成功，但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渠道。不过，我更建议大家在申请之前做一个合理的生活规划，在您要递件申请的前一段时间，把该花的钱花在自己必要的方面。比如，您住的老房子漏水很严重，那就请师傅来修好；或者您的牙齿需要护理，那就把钱拿去做必要的处理；又或者家里的旧电器需要更换，那就换成安全的新电器。这些都是必要的生活支出。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，也让您的存款余额自然的变化。请记住，这不是恶意转移资产，而是把资金用于合理的生活所需。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提醒，大额的现金支出建议保留单据，证明钱花在哪里了，这样便于说明情况。说完了存折里的钱和动产的规划，我们接下来得聊聊那个大家最关心的部分，也就是名下的房子。这也是很多长辈最容易产生误解，甚至还没去问就直接放弃的地方。我一定要再强调一次，大家千万不要被外面那些所谓的市场价给影响了。我们在新闻里常听到哪里的房子价格很高，各位长辈，请你们先把这些数字从脑海里放一放，因为在申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时，审核看的不是这些市场交易价格，审核不动产的主要参考叫做公告现值和课税现值。大家如果手边有房屋税单或地价税单，可以拿出来仔细看看，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金额叫课税现值，那个数字通常比市场价低很多。比如一间在台北市地段还不错的老公寓，它的房屋课税现值加上土地公告现值，加起来可能只有几百万元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？因为公告现值是课税的参考基准，它和真实的市场成交价之间有差异。政府在设定补助审核门槛时，通常会将全家名下的土地和房屋公告现值总额设在一个范围，大部分线是在一定数额之间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您名下只有一间自己住的老房子，而且它不是那种价值极高的房产，您很可能符合这项标准。很多长辈守着一间住了几十年的老屋，每个月却为了生活开销操心，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公告现值的审核标准，可能错过了权益。所以，请务必以税单上的数字为准。如果您看不懂税单，没关系，直接带着税单去公所柜台的承办人员那里咨询，系统可以协助计算您名下不动产的现值总和。这里还要提到一个特殊情况，如果您名下有一些和亲戚共同继承的土地，或者是那些没有实际开发价值，也难以产生收益的公共设施保留地、山坡地，这种土地虽然名义上是资产，但在审核津贴时是有机会申请说明情况，请求不列入主要计算的。只要您能证明这些土地没有实际经济收益，审核时往往会给予一定的考虑。所以，不要因为名下有一块祖传的没有收益的小土地，就觉得自己没希望了，去问了才知道。说完了房子，我们要来聊一个特别的群体，就是我们的农民伯伯和他们的家属。在台湾，有很多农民长辈，他们以前可能领有政府发的老农津贴，老农津贴的金额现在大约是一个月数千元。这笔钱的性质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类似，都是为了提供生活支持。根据规定，这两笔钱不能重复领取，也就是择一领取。因为老人津贴的金额通常相对高一些，所以农民伯伯本人如果符合老人津贴资格，选择老人津贴可能获得更多支持。但是我要提醒所有农民伯伯的太太们，也就是农民家属长辈，很多太太会有一种想法，觉得我老公已经领了政府津贴了，我肯定不能再领了，这可能需要澄清。请大家记住，虽然夫妻共同生活，
但在申请生活津贴时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审核个体，只要太太本人年满65岁，且太太名下的存款和资产符合标准，太太完全可以独立去申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，老公领老公的老农津贴，老婆领老婆的老人津贴，这两者并不冲突。了解这一点，可以帮助家庭获得更多的生活支持。讲了这么多规则和细节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，到底要怎么去申请？流程会不会很复杂？会不会要跑很多地方？我要告诉大家，现在的流程已经简化很多了，您完全不需要花钱去找代办。首先，您要准备的材料其实很简单，只有几样核心的东西。第一，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正本和印章。第二，是您的邮局存折封面复印件，这是为了让相关单位以后将补助汇进您的账户。第三，是全户的户籍誊本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去户政事务所申请时，记得跟柜台人员说要申请全户的，而且里面的记事栏不能省略。这个记事栏记载了重要的户籍信息，审核需要通过这些来确认您的家庭成员。第四，如果您的子女有特殊情况，比如领有身心障碍证明、失业证明或在监证明，或者是失踪人口的报警报案单，这些可以带着，它们有助于说明家庭情况。最后，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需要，有相关的诊断证明书，也可以附上，作为生活情况的参考。材料准备好之后，请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，去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、乡镇市公所。进去之后，直接找社会课或相关服务的柜台，直接告诉柜台人员，我要申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，他们会给您一张申请表，您可以请工作人员协助您填写，填写完之后，承办人员会帮您核对资料，这时候您不需要自己跑国税局去调全家人的财税资料，只要您在申请书上同意授权，公所的电脑系统就能协助查询相关数据。整个送件过程通常不会太久，办完之后就是等待审核的时间，通常需要几十个工作日。在这期间，如果您的个案情况比较特殊，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子女不奉养、失联等情况，社会局可能会派工作人员到您家里进行访视，以了解实际情况。我在这里要再次说明，工作人员来的时候，您可以把实际情况说明，把生活中的难处和经济压力如实表达出来。工作人员是来了解情况以协助审核的，只要工作人员的报告写得详细，很多原本在系统中显示可能需要调整的案子，最后都能在人工审核阶段获得通过。一旦审核通过，公所会寄一封正式通知到您家，告诉您从哪个月份开始领取，金额是多少，补助通常具有追溯性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您是在10月份去公所递件申请的，虽然通知在11月底才寄到，但相关单位会把10月份和11月份的钱一并补发给您，汇进您的邮局户头。所以申请的早，可能领的就早，但是如果结果出来是不通过，也就是被退件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很多长辈收到没过的通知就会很沮丧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收到通知单时，请您一定要仔细看上面的理由，是因为存款稍微超标了一点点，还是因为那个失联的儿子收入太高？如果您对审核结果有疑问，或者您有新的情况没被考虑到，您有一个可以提出复查的权利，您可以准备新的证据，或者要求再次进行情况说明，提出复查申请。如果您真的有需求，可以尝试沟通，不要轻易放弃。另外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津贴的资格并不是终身自动有效的，相关单位为了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，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定期复核。如果您在这一年里，家里的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动，通常系统会自动延续，您不需要每年都跑公所。但如果您的孩子突然收入增加了，或者您名下的财产有了较大变化，在复核时可能会影响您的资格。同样的，如果您原本不符合资格，但今年您的孩子失业了，或者您为了必要支出花掉了很多存款，那么去年没过的您，今年可能就符合资格了。所以我建议长辈们每年都可以关注一下自身情况的变化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聊聊心态问题。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很多长辈深受传统思想影响，
觉得去了解或申请社会提供的支持是一件有顾虑的事。这种想法真的可以调整。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经济起飞的年代，年轻时辛勤工作，把孩子养大，也为社会建设做出了贡献。现在我们老了，社会拿出一部分资源来关心长辈的生活，这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。这就像一种社会性的支持网络。那些每个月能领到补助的长辈，日子确实能获得一些改善。这笔钱虽然不能让人大富大贵，但它可以让人在采购日常用品时多一些选择。它可以在生病时帮助支付部分医疗开销，甚至过年过节的时候还能让人多一份安心。这就是生活质量的一种提升。所以看完了今天这一集，请您现在就去翻出您的存折和税单了解一下，或者干脆去附近的公所问一问。如果您身边也有那种有房子，生活却过得比较节省的老同学、老邻居，请您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。您可以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他们看，或者亲自把这些重点讲给他们听。有些长辈可能不识字，或者不太会用智能手机，您的一个小小举动，可能就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难题。这真的是在分享资讯，互相帮助。我们要记住，了解政策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。社会提供的支持，如果不去了解，可能就错过了。我们不仅要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更要顾好自己的生活。晚年生活不需要奢侈，但一定要安心、宽裕。如果您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任何不清楚的地方，或者对我的讲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和大家交流。如果您以前有过申请的经验，也欢迎您分享出来，给其他长辈一点信心和参考。大家一起在晚年的路上走得更稳、更开心。愿大家都能在社会的关心下，过上一个安心、舒适的幸福晚年。谢谢大家的聆听和支持，我是张德昌，我们下集再见了，祝大家一切顺利。